예, 중국 인민대 총장이신 최윤류 박사님이십니다. 인민대 총장, 화폐금융학 교수, 컬럼비아대 풀브라이트 방문학자 역임, 아주 굉장히 훌륭한 그런 그 커리어를 가지신 총장님이시자 또 박사님이고 교수님이십니다. 예, 미스터 최를 박수로 맞이해 주시기 바라겠습니다. 谢谢主席先生的介绍。那么第一阶段非常精彩的发表和讨论，为我们第二个阶段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我想作为第一个发言，主要讲一下当前中国的货币金融形势和未来的金融改革。那么从去年开始，因为金砖国家经济下行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关于中国会不会成为继美国、欧元区之后第三个爆发金融危机的大的经济体，所以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和高度的关注。为了综合的判断中国货币金融稳定的形势，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特别编制了中国的金融失衡指数。编制金融失衡的指数，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我们知道，金融的失衡往往是先于宏观经济的失衡来发生的，所以准确的探测金融的失衡，有助于我们预见后续的宏观经济的平衡程度。第二个呢，是有助于提高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为后续的政策的操作留下比较大的空间。那么金融失衡指数集中是对它的主要的功能，它是集中对于金融的层面，而不是对金融的全局来进行失衡的描述。同时，它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从动态的过程的角度去判断金融失衡是不是正在形成、正在发生。同时呢，它的功能主要是要科学的衡量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以及现在大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特别关注的一个国家金融的系统性的风险是不是正在积累到了什么程度。那么金融失衡的主要的构建的方法是奉行的是简单有效的原则，所以选择的是5大基础性的指标。一个是社会融资总量，主要探测的是信用泡沫的程度；第二个是投资指标，探测的是投资泡沫的程度；第三个是企业杠杆，探测的是融资泡沫的程度；第四个是利率差的水平，探测的是银行体系的风险倾向；第五个是房地产价格和股票的价格，主要探测的是资产价格周期的偏离的程度。那么首先是计算各个指标相对于它的动态均衡值的偏离的程度，然后再通过去量纲化的处理，形成分项的指数，然后再合成综合的指数。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从2002年到2012年过去的10年里边，金融失衡指数明显的都是领先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缺口和消费价格指数 CPI 的缺口，所以它可以前瞻性的来预示出宏观经济的平衡状况。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那么这条颜色最深的蓝色的粗线代表的金融失衡指数，也可以看出来在过去的10年里，金融失衡的指数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领先于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以及企业景气指数的，所以说它是可以比较好的从微观的角度来预判企业生产的状态。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指标来对当前的中国货币金融形势做一个研判的话，我们可以得出3个结论。第一，从2011年开始，实际上是从2010年第4季度开始，本轮的金融失衡指数的下行是2003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金融失衡指数的下行表明市场已经通过主动调整的方式，已经部分的释放了前期积累的一些风险，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国下一步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已经大大的降低了，也就是现阶段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第3点，这次的下行的动力之所以很大，持续的时间长，主要的原因是2个。一个呢是对2009年以来过度的信贷扩张的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纠正。第2个是对于实体经济的疲软和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下降的一种反应。那么实体经济之所以疲软，实体经济有效的融资需求下降，主要的原因在第1节的讨论当中也已经有了很多的涉及。我们说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里10大核心成本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劳动力的成本从02年到2012年上升了278%，平均的商业地价上升了236%，能源上升了121%，原材料成本平均上升67%，税收和相关的费用上升45%。也就是说，这5大核心成本上升的幅度都很大，都高于了在过去10年里边 CPI 的累计上升的31.2%和 PPI 上升的36.1%。所以企业的利润的压力，成本压力的上升，和利润增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后边的5个成本，我们也看到，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上涨的压力。一个是从05年7月21号以后，人民币累计升值的幅度已经到了34%。那么融资的资金成本，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里边，16家上市的银行的净利润占2280家上市公司整体利润的比例，2010年是39%，11年上升到45%，12年上升到53%，所以资金的成本实际上也是在大幅度上升的。第8个是物流的成本，物流的成本占 GDP 的比率，中国是20%左右，很显然的，明显高于发达国家10%，也就是高了将近1倍的水平。第9个是中国的政务的成本，中国财政供养的人数大概在5300万以上，所以财政的供养的系数1比25，在发展中国家来比已经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第10是环保的成本，环保的成本近些年来开始迅速的上升，也就是说，中国的以环境来换取企业利润的时代行将结束。所以上述的10大核心成本都在较大幅度的上升，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困境，
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下降的主要的原因。金融失衡指数对于未来的经济金融形势的判断，可以从2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从技术的角度，我们可以看金融失衡的指数在2011年的年底就已经是触底，了。所以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回暖的状态。同时呢，也就是目前是处于一个金融风险的消化和金融指数震荡回升的阶段。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和2014年的年初，有望温和的回归到0以上，回归到正向的区域。从基本面来看，它表现出中国资产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一种温和的回升的迹象。同时，银行的信贷和货币总量将会保持一个平稳适度的增长。那么，生产要素市场上已经开始的改革和即将开始的大幅度的改革，会提升中小企业的活力，而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很显然地意识到，那么新一届中国政府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思维，是不再单纯的追求实体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要追求实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中国金融部门的核心的价值追求，应当确定为为实体经济增长的质量的不断提升来服务。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是5大结构性的问题。第一，金融有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金融部门很多法人金融机构追求在资产的泡沫当中来获取利润。第二个呢是金融市场的不统一分隔的问题。第三个是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高度同质化的问题。第四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余额和不断累积的问题。第五是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的风险监管问题。那么根本上解决这5大结构性的问题，在未来的10年，也就是在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的10年长期里边，需要中国的货币金融部门需要完成7项关键性的改革。第一是分步的完成利率的市场化，第二个是紧随完成汇率的市场化，第三是稳健的完成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第四个是允许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第5个是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第6要形成既照顾价格的稳定，同时又兼顾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第7是构建效率与稳定并重的，并且着眼于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宏观审慎政策的框架。也就是说，10年之后，中国金融部门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系统的构建一个高效、稳定和开放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于当下来说，货币金融政策的选择在2个大的层面，一个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层面，可能主要是要着眼于这样的3大政策，一个是整个中国金融资产所依托的抵押物和质押物价值的稳定。目前我们银行的本外币贷款余额70万亿左右，表外业务50万亿左右，
影子银行民间集资大概20万亿左右，加起来140万亿左右的金融资产。那么以房产和地产为主的抵质押物，要求价格它的价值要保持稳定，不能大起大落。第二个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要保持一个短中期稳定和长期战略升值的预期，避免国外资本出现大量的逆转，给国内市场带来债务紧缩。第三个是对于政府投资，接下来的政府投资要汲取09年的教训，要建议推行叫做挤牙膏式的释放政府投资，不能一次用尽全力，因为政府投资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稳定的工具，那么它需要有长期性，同时的话呢，因为它投资的周期长，收益率不高，一下子占投资的比重很大，那么对整个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基于金融部门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在下一步的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上，那么金融部门的主要的使命是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的融合，全面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这里边重点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努力的去破解中国的企业债务的周期率。那么大家知道，中国处于一个重化工工业化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高增长、高投资、企业高负债，所以3高增长是现在的一个现实的增长、现实的企业发展模式。所以每5到8年，中国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就会出现一次过高，那么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到低谷当中，靠国家注资、靠刺激经济的政策来度过企业债务的周期率，重新实现经济的增长。当前大家从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到，企业资产的负债率又重新处于一个周期的高点。那么这一轮如何的去破解它？靠原来实行过的债转股、财政注资已经不行了。同时的话呢，依靠现在中国比较低迷的股票市场，效率也比较低，所以建议要大力的发展股票市场之外的直接投资市场，主要是以5大工具为核心的。第一是规范化的股权投资基金要鼓励，第二个是产业投资基金，第3个是保险资金的直接投资，第4个是券商的直接投资，第5个是权益信托投资。那么这5种直接投资市场，既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的优化，同时现在也能够有效的在短期内形成大量的补充企业资本金的渠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建议对外资开放，所以包括我们韩国资本在内的外国的资本进入中国的直接投资市场，金融性的直接投资市场，我认为是存在着机会的。第2个方面是降低实体经济的中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简单来说，有这么6个渠道。一个是还是要保持贷款的适度的增加，目前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有些过严，这样就逼着很多正常的信贷变成了表外业务，或者变成了影子银行的业务，层层的加码，利率成本很高，所以伤害了中小企业。第2点呢，是要适度的降低贷款的基准利率。目前中国1到3年的中期贷款利率是6.15%，
实际上它根据我们的测算，它是高于了企业债务投资的回报率1个百分点左右的。也就是说，随着现在 PPI 的随着过去2个季度 PPI 的持续的下降，我们觉得降低利息还是有空间的。第3个是要把握好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节奏。中国利率市场化是要分步到位的。目前贷款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实现，关键是存款的利率市场化，利率上限要不要放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我们建议还是要慎重，还是要稳健。因为中国的融资体系是2个80%，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占80%，银行融资高度依赖存款占80%。所以我们说，如果现在存款利率上升的过快，最后中小企业主要的会分担利息的高成本。第4个是要规范管理银行之外的信贷融资市场，主要指的是影子银行和民间集资的6大工具：委托贷款、信托融资、租赁融资、小贷公司融资、虚假 PE 融资和民间集资。这一点建议要统一纳入到全口径的大金融监管体系当中。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边，围绕着究竟哪些业务谁监管的问题，一行三会有很大的争议，所以耽误了时间。我们建议，如果一时找不到监管的主体，由中央银行把它接过来。第5是要宽容企业的境外融资，因为境内融资成本高，因为人民币升值，因为美国、日本、德国实行超低的利率，所以境外融资成本比国内要低很多。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国内的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加了一个监管的成本，也就是说把它纳入到了贷款和存款的比例限制当中，因此呢，实际上是严格的限制境外融资，建议要有所宽容。第6个是要适度的降低中国银行业的监管的成本。现在资本充足率10.5%、11.5%，加上存贷比的限制，加上中国超高的存款法定准备金率，成本确实过高了一些。建议在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过程当中，监管的成本有所降低。最后一点就是金融部门需要跟实体经济密切配合的金融资源通过鼓励并购来化解产能过剩。一个是目前鼓励银行发放并购贷款，目前对企业海外并购贷款支持比较大，但是对国内的市场化的并购的支持现在还很小。第2个是要鼓励发展行业性的基金，整合过剩的产能，推动市场化的产业整合。第3个是要防止地方政府在竞争性行业并购当中存在的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一点目前是非常限制我们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的调整的。第4个是促进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法人金融机构3747家，从业人员340万人，机构重叠的现象、业务同质化的现象非常的严重，所以很多大量服务水平很低的、服务效率很低的一些法人金融机构，采取了打价格战的办法，造成了全局性的中国金融资源的严重的浪费。所以我们建议鼓励银行间的并购重组，鼓励银行业的特色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来整体的提高银行业的效率和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力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建议允许外国的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我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金融资本也是未来也是有很大机会的。我的发表就到这儿，谢谢大家。